1987年圣诞节前夕，菲律宾明多洛岛的渔民们一个个都急得焦头烂额，因为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捕不到鱼了，反而捞上来的是一具具触目惊心的人类尸体。而这一切归咎于一艘严重超载的客船与一艘载有1041吨汽油的油轮发生碰撞，随之而来的熊熊烈火把整艘船变成了人间炼狱。情急之下，许多乘客都选择跳海逃生，可谁能想到，跳离火海的乘客进入了满是汽油飘着的真正的火海。4000多条生命一夜之间化为海上漂浮的焦炭，这场悲剧也为世界海事历史上增添了最黑暗的一页。1987年12月20日凌晨4点左右，数百名乘客陆续登上了多纳帕兹号。这艘客船长93.1米，宽13.6米，重达2215吨，最多能够容纳1518名乘客。由于临近圣诞节，许多外出打工者都踏上了返乡之旅，事发的这条航线更是人满为患。多纳帕兹号将从菲律宾的莱特岛出发，开往首都马尼拉，预计在12月21日凌晨4点到达目的地。然而，在登船几分钟之后，多纳帕兹号就到了摩肩接踵的地步。有几百名乘客是先买票后上的船，而还有一部分乘客则恰好相反，是先上船再买的票。不过这在当时是常规操作，毕竟菲律宾作为群岛国家，渡船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所以船票是可以随买随走的，这也能大大提高入座率。不过，除了这些乘客之外，这一天多纳帕兹号还迎来了大约1000名穿着制服的军官，再加上59名船员，一共4000多名的乘客，让本就拥挤的客轮更是没有下脚的地方了。据幸存者透露，在登船过程当中，一些人就已经发现船只不对劲，严重倾斜，有人还笑称这艘船人多的连只蚂蚁都塞不进了。由于超载太多，厨房的食物压根就供不应求，有些床上甚至挤了3-4个人。不过有床睡已经算是好的了，更多的人都直接躺在了甲板上，凑合着过一夜，反正第二天一早就能到。当晚海上天气晴朗，但海面却是波涛汹涌。大约到了晚上10点半左右，幸存者之一萨尔瓦多正站在甲板上面往海里尿尿。睡眼惺忪的他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艘船正朝着多纳帕兹号的方向驶来。起初萨尔瓦多并没有多想，他站在甲板上站了一会儿，结果发现这艘船离得越来越近，像是在直直的冲过来。萨尔瓦多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他赶忙去找船员，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晚上11点左右，两船相撞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迎面而来的并不是普通的船只，那是一艘名叫维克特号的油轮，它正从巴丹东岛前往马斯巴特。货舱里面运载了1041吨高度易燃物，里面包括了汽油、柴油和煤油。碰撞是由维克特号的船头撞向了多纳帕兹号的左侧，正中了机舱和主配电板所在的位置，多纳帕兹号当场停电。紧接着，熊熊大火一瞬间笼罩了这2艘船，而当时大部分乘客已经进入梦乡，他们被撞击声惊醒后，看到了眼前这一幕，所有人都吓坏了，他们就像是无头的苍蝇，在漆黑一片的船上乱窜，以此躲避大火和浓烟。由于超载，大包小包的行李箱把各个关键出口都堵得死死的。更离谱的是，多纳帕兹号上似乎没有救生衣，更没有船员站出来指挥乘客逃生。那些好不容易逃到下层甲板的乘客还都迷了路，被困在这水火交加的炼狱中。那大家猜想一下，本就严重超载的一艘船，现在4000多名乘客都毫无秩序的四处乱窜，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死里逃生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先透露一下，仅仅只有26人。眼看困在失火的船只上只有死路一条，起初有几百名乘客选择跳海逃生，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船周围的海域由于维克特号爆炸后，海面上漂浮了厚厚的油，这些汽油、煤油、柴油交织在一起，火焰随时都会蔓延开来。现在的情况就是船上着火，船下也着火了，他们只有2种选择，要么快速游出去，要么潜入更深的海底潜出去。可关键是这附近的海面几乎都要被烧开了，在滚烫的海水当中游泳和潜水，能有几个人可以坚持到最后呢？果然，大批乘客都因无法脱离火海的折磨，成为了一具具乌黑发亮的尸体，遍布于海面上。对于后续跳海的乘客来说，这触目惊心的场面都是前车之鉴。如果自己不能坚持，那毫无疑问也会落个同样的下场。阿鲁迪亚是幸存者之一，事发时他早已睡熟，而父亲萨尔瓦多在第一时间就叫醒了他，他们也成为了第一批跳海的乘客。不过阿鲁迪亚刚接触到水面就后悔了，本以为是逃离了大火，没想到海面上也着火了，海水又油又烫，在里面一动不动都觉得水深火热，更不要说挣扎着游到岸边。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只能等死。伴随着波涛汹涌，火苗越烧越旺，阿鲁迪亚不得不拨开已经烧焦了的尸体，龟速前进。好在海面上有些漂浮着的行李，大家可以稍微借力。但很快，阿鲁迪
迪亚就有些支撑不住了，甚至想直接淹死，一了百了。好在这个时候父亲找到了他，父女俩艰难会合之后，彼此相互支撑，又游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获救。那是一艘路过的船，船长远远就目睹了大火，于是设法赶来救人。途中他们注意到海面上有人在挥手，于是赶紧撒网，让幸存者爬上去。幸运的是，他们被救起来后立刻接受了急救治疗，而很多人都已经是3级烧伤，连皮都烫没了。最终多纳帕兹号在事发2个小时后彻底沉船，而维克特号也在4个小时内沉没。至于那最后的26名幸存者，他们大多数都被严重烧伤，其中有2人是来自维克特号的船员，而剩下的都是来自多纳帕兹号的乘客。令人意外的是，在事故发生8个小时后，海岸警卫队才得知此事。不过他们并没有当即就出发救人，前后又花了将近8个小时才启动搜救行动。那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推测，大部分乘客都在大火当中直接焚化，因为4000多名乘客，救援队只发现了108具尸体，而且几乎全部被烧焦，难以辨别身份。事发很多天后，不停的有尸体被冲到附近的岛屿上，尤其是明多洛岛那里的渔民，他们都提心吊胆，因为在捕鱼过程中经常会捕到残缺不快的尸块。为了让逝者安息，当地人举办了宗教仪式，然后将他们好好的埋葬了起来。可悲的是，由于多纳帕兹号的船员几乎都全军覆没，关于当晚他们行动的证词也少得可怜。而一名叫做卢斯加多的幸存者提到，他当时似乎听到了船员们正在举行派对，对酒当歌，压根就没人留意海面的突发情况。针对这一证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推测，在事发时，除了一名学徒守在剑桥监视器旁外，多纳帕兹号的其他船员们都去娱乐室喝酒了，并没有在各自的岗位上，就连船长也躲在舱室里面看电影，对外面的一切都浑然不知。2船相撞后，船员们更是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指导这么多的乘客疏散，而关键的救生衣此时也不知去向了。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多纳帕兹号，它最初是由日本人在1963年建造的，后来在1975年卖给了一家菲律宾运营商，从此用作客运渡轮。然而4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6月5日，该船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火灾，好在当时所有乘客都获救，但船体全损，必须返厂进行大修。后来这艘船重新以多纳帕兹号的名字亮相并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这次事故当中，多纳帕兹号是一艘刚刚翻新过的船，至于安全设施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首先，救生衣是被锁在柜子里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拿得到。其次是无线电执照是假的，形同虚设。最后就连多纳帕兹号的船员不仅疏于职守，还严重缺乏应急处置能力。不过维克特号邮轮也没好到哪里去，它的无线电许可证也早就过期。事发时2名船员还在睡大觉。据了解，在碰撞发生前，2条船都在缓缓移动。多纳帕兹号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前进，而维克特号的速度仅为每小时8公里。他们周围明明有广阔的海域，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来避免碰撞，可灾难还是发生了。1999年，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事故责任归咎于维克特号邮轮，认为他没有合格的船长，也没有执照，根本就不适合运营。可不管怎么样，多纳帕兹号也逃脱不了干系。不说别的，超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是导致事故如此严重的至关因素。关于此次船上到底有多少人，多纳帕兹号官方解释是，事发当天原定有1493名乘客以及59名船员，可由于临近圣诞节，多了很多先上船后买票的乘客，所以最终乘客人数为1518名，符合最大载客量。与后来估算上船的4000多人比，实在是太过夸张，根本就不可信。不过这一解释略显苍白无力，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上船买票已经是惯例，而由于在圣诞节期间，船票更是会以较低的价格在船上非法购买，不用通过官方，也就是说卖多卖少全看船长自己。而事实证明，面对源源不断的乘客，他们并没有以安全为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子钱，谁不想多赚点呢？更何况之前从没因为超载出过事，所以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而除了这些非法购票的乘客没有在舱单上，4岁以下的免票儿童也没有算在内，所以整体人数暂时是统计不出来的。1987年12月28日，北萨马岛的代表劳尔达萨声称，多纳帕兹号上至少有2000名超载乘客，这是渡轮失踪人员的亲友提供的名单得出来的该数字。这些名单是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统计汇编而成的。1988年2月，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根据与亲属的面谈数量统计，船上至少有3099名乘客和59名机组人员，死亡人数为3134人。到了1999年1月，一份总统特别工作组报告，根据法庭记录和4100多份和解申请，估计共有4342名乘客，减去26名幸存的乘客，再增加58名船员，得出了4374人。这一人数大概是核定载客量的3倍了。
再加上维克特号机组的11名遇难者，此次海难总计遇难人数达到4385人。由于悲剧是临近圣诞节发生的，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克拉松·阿基诺将此次事故描述为一场悲惨的全国性悲剧。时代杂志更是将多纳帕兹号的沉没称为20世纪和平时期最致命的海上灾难。在事故发生3天之后，多纳帕兹号的公司宣布，这艘船投保了2500万比索，并愿意为每位遇难者赔偿2万比索，相当于2022年的620美元。如果说泰坦尼克号的事故让各位觉得非常绝望的话，那多纳帕兹号看到最后是否在绝望的基础上还带点无力的感觉？因为做的不好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这分明就是早晚要出事的节奏。从这艘船缺乏安全设施开始，到监管局默许超卖船票，再到船员玩忽职守，缺乏应急能力，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应急响应滞后，救援工作拉垮。总之从头到尾好像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是符合标准的，全是各种的人为疏忽，无一例外，每一桩每一件都会给原本的灾难再加一把火。所以有些事情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这期事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